这期是关于防止校园霸凌的视频，建议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都能完整的观看。我们所说的校园霸凌，往往在我们看到伤害结果的时候，都是之前无数次的欺凌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导致最后的恶性暴力事件。近期，邯郸3名不满14周岁的初中生杀害同学的事件已得到最高检核准追诉。这也就是说，3名已满12不满14岁、符合刑法第17条的未成年人，也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也是刑事责任年龄下调3年后追责第一案。我们在关注案件的同时，更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本期视频，我们将用案例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如何防止被欺凌。孩子可以和家长一起练习，假如孩子在遇到欺凌的时候该怎么办，让孩子第一时间做出最能保护自己的反应。而对于我们家长，可以通过哪些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孩子？随着国外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当孩子在美国学校遇到欺凌时，我们家长又该怎么办？在讲述被霸凌之前，客观的讲，我们得先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能成为一个施暴者，应该遵守法律。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的孩子虽然淘气，但不会违法。我们常常感觉到违法离我们的生活好像很遥远。我曾经接触一个案件，一个17岁的男孩在家里上网课，懒得去厕所，尿在一个瓶子里，并多次将装满尿液的瓶子从窗户直接扔出去，砸坏了楼下了几辆停着的车。他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他也许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高空抛物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举个夸张的例子，一个孩子非常清楚偷东西是可耻的、罪恶的，是犯罪行为，却不知道造假币、背叛和纵火也是被禁止的。这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十分微小的。他知道偷盗是被禁止的，但觉得顺走邻居的水果应该是可以的。他知道撒谎是一种罪，却不知道因为某些撒谎而突然间受到惩罚，也就是法律上所说的诈骗。当一个淘气的孩子跟叔叔说自己家里没钱了，爸爸让我来借点钱，却把借来的钱拿去买糖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撒谎是很丑陋的，而对这种行为客观上应该受到惩罚这一点却完全不知道。如果没有大人的管教，就会出大乱子，因为他们不知道被允许和不被允许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孩子每一个小的淘气行为可能面临的惩罚，都应当让孩子明白后果，才能让孩子清楚行为的边界，也才能懂得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则。从另一个角度讲，假如我们的孩子面对犯罪的时候，又该教给孩子如何的保护自己呢？首先，要让孩子学会昂首挺胸，这样会很大程度上帮助孩子远离受欺负。比如，当你看到比你强壮的人喜欢欺负同学的人时，即使心里再害怕，也要学会昂首挺胸。这是一种身体语言。当你低着头、皱着眉、无精打采、坐立不安的时候，你的身体语言就会在说我怕你。当你与他人有眼神的交流、昂首挺胸的站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在说我是勇敢的，我不害怕。这样反复对着镜子练习，会很大程度上帮助孩子远离受欺负。看着对方的眼睛，坚定而自信地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说话，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笑的，你的行为打扰到我了，并且把要说的话表达清楚以后马上离开。这些可以在没出现问题之前多加练习，让孩子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但当这个方法已经无法预防欺凌事件的发生时，我们可以尝试用5个步骤直面和解决问题。第一步，描述问题，比如 A 同学取笑我，他还给我取外号，传播我的谣言，让其他同学孤立我，故意撞我，等等等等，把所有让我感受到不舒服的事情都描述出来。第二步，向他人寻求帮助，
可以向朋友、哥哥姐姐、父母、老师等等其他有能力帮助你的人求助，可以在心中衡量，告诉谁可以更适合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行，还可以选择告诉更多的人。第3步就是思考可能解决的方法，并且对他们进行评价。这里的评价是要针对实际情况，在孩子心中可行性的评估。比如说他取笑我发型丑，丑吗？那你没见过更丑的。如果你的评价是 A 同学不会觉得这个好笑，这个方法可能对 A 同学根本没有用。我们在寻找更多的方法。我远离 A 同学，比如尝试另一条通向学校的路，在操场的时候选择 A 同学不常出现的空地方玩，在食堂的时候离他坐的地方远一些，但注意一定不要单独行动，尽量和朋友同行，因为欺负者会倾向欺负单独行动的孩子。评价这个方法可能有用，但没有完全避免欺凌的情况再出现。当 A 同学传我谣言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就把实际情况告诉其他人，可以让朋友告诉更多的人。A 同学传的事情是事实，但我不想让其他人谈论，那就把想法告诉他们。如果自己无法处理这件事情，就告诉你信任的成年人。评价这个方法，也许你会觉得可能有用。如果 A 同学使用暴力想要伤害我，或者试图抢走并毁坏我的东西的时候，那第一时间就赶紧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信任的成年人。因为大部分的施暴者都会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正面反击往往会让自己受伤。评价这个方法也许是可行的。当我把问题罗列出来，并且完成评价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第4步，也就是根据第3步的评价选择一个方法，然后尝试的使用。比如我直接找到 A 同学谈谈，直接说，当你嘲笑我的时候，我感到很不舒服，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说了。注意，在说出自己感受的时候，要在室外一个比较宽敞并且别人可以看到你的地方。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正视对方。当你怎么样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希望你怎么样的句式。而第5步，如果这样做还不管用，那就再尝试第3步中的其他方法。比如我决定不再理会 A 同学，假装没听见 A 同学的说话，不管 A 同学做什么都假装没注意到，直到 A 同学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一切好玩了，他可能逐渐的就把这件事情转移了。诸如此类，我们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方式评价来反复的尝试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从孩子的角度，用他实际可以操控的方法，学会如何解决问题。作为家长，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2020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保护法第20条早已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应当及时了解情况，并采取保护措施。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这也就是说，家长有义务第一时间通过学校、老师、同学等各方面对孩子的情况深入的了解。首先得了解发生了什么，在哪发生的，都有谁参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当这些都了解清楚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就是要求学校定性。根据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学校是处置的主体，老师和学生或者是家长在向学校举报，学校欺凌治理委员会对欺凌行为应当10日之内就要完成定性。这里的问题是，现在各大学校是不是都成立了这个治理委员会？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完成了定性？对定性的结果不满意，可以向县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门申诉，15日之内完成复查的工作。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学校霸凌的治理效果和校长、老师的考评挂钩，学校当然更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邯郸霸凌的案件，被霸凌者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家长的忽视，学校的不负责任，才会让施暴者在杀人之前一次次霸凌得逞。
这当中，除了3名未成年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外，被霸凌者的家属、学校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大量的留守儿童背后，又是多少个家庭的无奈？这不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吗？家庭的经济压力下，孩子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学校和社会又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那所谓的规定谁来落实？我遇到最多的问题，我的孩子被霸凌了，没有很大的外伤，但我之前和学校沟通，老师就是让施暴者赔礼道歉就完了，过几天他们变本加厉的欺凌，我可以要求学校怎么办？在2021年3月1日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10条，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规违纪情况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学校可以实施以下教育惩戒，并应当事先告知家长。第一个，给予不超过1周的停课或者停学，要求家长在家里进行教育管教。第二，由法制副校长或者法制辅导员予以训诫。第三，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行为干预。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经多次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学校可以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或者是留校察看等纪律处分。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还可以开除学籍。总结下来，情节轻微的学校批评教育，学生赔礼道歉，反复发生的可以给予处分，情节恶劣造成伤害的报警。由公安机关教育屡教不改的或者情节恶劣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转送攻读学校，但送攻读学校需要走批准的手续，这些看似是学校和公安机关作为实施主体，但这背后实际上更需要家长的推动，这与美国对欺凌的惩治力度相比还是太轻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校园霸凌事件频发，那个时候美国迎来了电脑时代。我们从几年前流行的国内美国游戏《暴力机车》《罪恶都市》等等等等都能看出来。2015年3月的时候，美国50个州全部有了反霸凌立法。为了有效推进反霸凌法，美国要求每一所学校必须实施的3项措施。第一个，建立举报霸凌事件的相关渠道。美国所有的校园都有防校园欺凌委员会，学生和学生家长都可以匿名举报欺凌行为，并且有人专门处理。任何人，包括老师、学员、学校的员工等等，只要发现霸凌事件必须举报。如果没有举报被家长投诉以后，校长就会丢了饭碗。这一招多狠，给了学校权力，又给了有效的制约。第二，一旦被举报霸凌事件，学校必须在第一时间彻查。如果发现各方推诿，美国法律严惩不贷，父母未尽职会转移监护权或者上训导课，围观者也是犯罪帮凶，可与杀人者同罪。美国的法律不会因为你是从犯而降低量刑，相反的，伙同参与霸凌的行为也会面临与主犯同样的重罪。第三，校园霸凌事件一单实锤，轻者口头警告，重者开除学籍，即使被开除了学籍也不算完。美国的社会组织会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以避免报复事件发生。假如一个孩子带刀上学，威胁老师和同学的行为，即使没有受到伤害，学校也会对施暴的学生采取措施，学校通常都会选择开除学生。最后一点，如果校园霸凌是未成年人，美国法律规定，即使是未成年人，也可以按照成人判罪。美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处是非常严酷的。美国只有15个州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6到10岁不等。没有年龄限制的州，不是未成年人就不受刑责，而是法官可以自行根据犯罪程度进行定夺。对于未成年人的唯一保护，就是可以不公开个人信息，这应该也是我们中国公民所期望的。